不管给甜心打电话的人是不是斯芬克斯，他停更直播必然和这个人有关。我之前也想像推理小说和电影里的侦探一样，可刑事案子都有专业人士处理。我又不是福尔摩斯那类的神探，不会有人请我去帮忙。如果是日常琐事，没什么意思，而且又涉及别人隐私，肯定不方便播。都市奇谈的话，就没限制了吗？而且又很有噱头。本来想着这样能吸引更多人来看，不过……啊，标题？啊，这个就和我视频里的解释差不多。有些传说更适合成为传说嘛。你的处理很得当。也可以，不过用这种常规手段是不能让他快速信任我们的。我们获取有效情报的速度会很慢。我觉得，我们不妨试着打草惊蛇。看甜心的动态，他今晚要进行直播。我打算问出他晚上要进行直播的地点，到时候以斯芬克斯的名义炸他一下。不，甜心之前已经接到过斯芬克斯的来电，我们还不清楚那个来电人究竟是真正的斯芬克斯，还是别人的恶作剧。又或是甜心的自导自演。所以我想在甜心今晚直播结束后，直接伪装成斯芬克斯，套他的话试试。好，不过在那之前，有一项任务需要你做到。是好好休息。你昨晚睡了几个小时？你确定？我可是查得到电脑操作记录的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看着你面前的安全部王牌特工，想清楚再说话。所以啊，和甜心沟通的事就全部交给我。你呀，现在马上睡觉，好好休息。现在知道有些事是一个人不行，要两个人一起了。昨天还不打电话给我，自己一个人熬到那么晚，只睡了2个小时。放心吧，这点内容量不算什么。晚上的调查才是重头戏，所以啊，你赶紧趁现在好好睡一觉，晚上可是要熬夜的。不然等你晚上睡着了，哼哼，
就把你丢了。你这是要在沙发上睡？好，那我们就同一个战壕里一起奋斗。是不是错过了困境，不太好睡啊？以前每次放假又赶上叔叔阿姨不在的时候，我们两个就会丢掉作息时间表，一起窝在沙发上看电影、打游戏、吃零食，就像现在这样。好啊。我一直在想，8年时间会不会让我们有很多不一样？你还是没变。从小到大，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相处的，所以现在也不算越界。